混账东西！你抄袭你弟弟也就算了，你竟然还诬陷他，楚霞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上一次，为了拿到继承权，我耗费数月研究出全新的投资策略，可没想到我的弟弟楚文辉竟然先一步将策略发布，而我成了众人眼中抄袭的窃贼。楚天，你竟然抄袭你弟弟的投资策略！楚氏经营了30多年，最看重的就是诚信2字，绝不允许你干出抄袭这种龌龊事儿！这策略真的是我自己研发的，我没有抄袭，我真的没有抄袭。够了，楚天，文辉哥哥建仓你就建仓，他平仓你也跟着平仓，你什么步骤都一样，还敢说自己没抄袭？曼云，爸，你们别怪哥了，或许哥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所以才一时糊涂借鉴了我的思路。大家也别怪哥了啊！楚文辉，你这楚天太不老实了，这样的人凭什么领导我们集团？要我说，楚天这样的人要是当了继承人，楚氏迟早要破产。混账东西！你抄袭你弟弟也就算了，你竟然还诬陷他，楚霞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打死你这个欺世盗名的东西！像你这种满嘴谎话、一点担当都没有的男人，根本就不配娶我。我竟然没死，难道我重生了？我回到了选继承人的时候。哥，你没事吧？上一世，弟弟楚文辉抄袭我、诬陷我，未婚妻抛弃我，亲生父亲打死我。没想到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这一世，我定扭转乾坤。楚天，你发什么呆？你到底想不想比？你不想比，现在就给我滚出去！这么多人没时间陪你耗了。楚天，你干什么？文辉哥哥关心你，你怎么还推他呀？你是不是疯了？他可是你的亲弟弟。亲弟弟？他不过是你捡回来的一个养子，什么时候成我亲弟弟了？你现在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有本事你在比试当中赢过小慧，否则你即使是我亲生的，我也不可能把公子交给你。哎呀，爸，曼云，你们就别怪哥了，要怪就怪我吧，怪我这个外人抢走你们对哥的关心。我还是走吧。走什么走？要走也是他走。你这个逆子，现在还没有继承楚氏，就想着手足相残了。如果继承了，那还了得？你在当初要饭的时候，我就不该把你找回来。楚明轩，我欠你的恩情，上辈子已经还清了。你，爸，你没事吧？爸，你可千万别生气。哥他也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毕竟为了这个继承人比试，他也付出了很多，所以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啊，也很正常。你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啊，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这个逆子讲话？楚天，你太过分了！不仅要赶文辉哥哥走，竟然还对伯父不敬。完了，你真是反了天了！楚天，我告诉你，楚氏集团的继承人，我就是送给外人，也轮不到你。好啊，既然你这么处心积虑的赶我走，那我退出。楚文辉，你不是处心积虑的想当上继承人吗？那我给你，这一切都是你的了。滚！逆子，赶紧滚！赶紧滚！不行，他要是走了，接下来我可怎么办？哥，你不能为了一时的意气之争而误了大事儿。这么多同事和员工都看着呢，你可不能走啊！
他怎么这么慌张？他不是应该巴不得我退出吗？董事长，现在能开始了吗？员工们可都看着呢。回去再给你算账，还不给我滚回去！我宣布，处室继承人投资能力比试现在开始，双方账户上各有10个亿的资金，不限制投资类型，盈利更多的一方获胜。上一世的交易策略，楚文辉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得换个新的。有了，就这只股票，港股 G7633。港股 G7633，现价35.7，买入1个亿，加20倍杠杆。G7633，这是我刚刚才想出来的，他怎么也选了这只股票？各位请看，我买入的这只股票正在稳步上涨，不过跟我哥比肯定是没法比的，对吧，哥？这才短短几分钟，楚文辉就已经给我们赚到了5000万，不止！你们看，股价还在上升。要我说，他比楚天强多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老楚，你这儿子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投资天赋可一点不比你差呀。是啊，这才多久就给公司赚了这么多钱？你可是给我们集团培养了一个好的接班人啊！小辉这孩子特别有天赋，从小就聪明，一点就透，不然也不可能做出这么好的成绩。哼，不像他这个哥哥，盼着我早点死，好继承我的遗产。等等，你们看，怎么回事？这怎么是一样的呢？哥，我这都交易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哎，哥，你怎么跟我的操作一样啊？你果然，他又是这个时候跳了出来。还真的是，怪不得我刚看楚天的操作都和楚文辉一样，原来他是抄的楚文辉。抄袭太无耻了吧！这样的人要是成为楚氏的继承人，后果不堪设想。楚文辉，你的意思是我抄袭你？哎，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咱俩的操作一模一样，这也太巧合了点。楚天，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抄袭小辉的炒股策略，你有把我和这些董事放在眼里吗？不分青红皂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说是我抄他，到底谁才是你亲生儿子？住口！我楚明轩坐得端，行得正，向来帮理不帮亲。小辉自小听话懂事，绝做不出来抄袭这种龌龊事儿。倒是你，为了继承权不择手段，我不怀疑你，怀疑谁？楚天，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文辉哥哥先报出的股票代码，先说出的杠杆比例，你紧接着就跟着操作，时间线清清楚楚，全公司的人可都看着呢。好，既然你们都说是我抄袭，那就让楚文辉重复一遍刚刚的操作，把他的选股逻辑、杠杆计算、风险评估从头到尾再说一遍，让大家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投资。爸，慢人，你们先别激动，或许真是巧合呢。这股市里面选一样的股票很正常的，而且哥他肯定不是故意的。这次就算了吧，可千万不能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和气。巧合？楚文辉，到底是不是巧合？你心里最清楚。小辉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你还在无理取闹。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了断。你要是找不出你没有作弊的证据，你不仅拿不到继承权，你还要立刻给我滚出楚家！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就再比一次，我倒要看看这巧合还能不能续上。再比一次，这倒也公平。董事长，我看可以，正好让大家心服口服。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要是让我再发现你作弊，你现在就给我滚！既然哥想再比一次，那我
就只能奉陪了。等等，我们换种方式，拿个屏风上来。屏风？楚天，你这是什么意思？装模作样，上了屏风又能怎样？正好防止他动小心思，抄袭小辉。本场规则和上场一样，楚天，既然你有抄袭的嫌疑，那这场就由你先选。我选黄金。这次有屏风挡着，楚文辉，我看你怎么抄。好，楚文辉，你呢？你选什么？我也选黄金。不行，黄金虽然容易投资，但短期内波动太小，很难赚到钱。我还是选股票吧。可以。慢着，我也选股票。小辉，你干嘛选的跟他一样？别被他带偏了，选你自己擅长的啊！文辉哥哥，你们要是选的一样，待会儿楚天又唱了怎么办？其实股票对我来说更拿手一些，而且我相信哥不会抄我的，刚才一定是个误会。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可以开始了。A5402，这家公司季度财报超预期，叠加行业政策利好，股价午后会迎来资金拉升，震荡行情下，用趋势选股法操作，一定能大赚。就是这个位置。我交易好了 ，A5402，现价每股32.6，建仓多单10个亿，杠杆50倍。他怎么又和我选的一样？什么？楚文辉他刚刚一次性投入了10个亿，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文辉哥哥，虽然你很有投资天赋，可你也太冲动了。那可是10个亿，还是50倍的杠杆，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大家请放心，我这次交易用的是趋势选股法，我确保这次能赚到钱。趋势选股法，楚文辉，你是怎么知道的？不可能，这个交易方法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他是怎么知道的？楚天，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你弟弟想出来的投资策略跟你有什么关系？哥，这是我想出来的策略，我怎么会不知道？难道你……楚天，你怎么又和文辉哥哥选的股票一样，连买入的价格都一样？楚天，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我有没有说过，如果你再抄袭小辉，你立刻滚出楚家？现在你就给我滚！哎呀，爸，你可千万别冲动，哥他也是太想当继承人了，才会犯下这种错误。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楚文辉，少在这装模作样的，现在这种局面，不正是你最想看到的？哥，我没有，我是想为你求情的。文辉哥哥，你就是太心软了。楚天他现在为了当继承人已经不择手段了，你别为他求情。哼，现在谁为他求情都没用。虽然我和楚文辉股票价格购入一样，但是我只买了2个亿，杠杆倍数只有10倍，怎么就算抄袭了？楚天，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抄袭也就算了，被我们发现了，居然还想出这么蹩脚的理由，你不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掩人耳目吗？你们与其追究我有没有抄袭，不如先关心关心股价吧，已经下跌了。对了，由于刚刚我操作失误，忘记设置止损参数了，现在看来预计还有10个点吧，就要都亏光了。不过，弟弟，你这么厉害，肯定设置了吧？没设置止损参数，楚天，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自己操作失误，为什么要跟你说？难道我的投资决策会影响到你？股票都跌了，你还在这质问你弟弟？你现在赶紧把股票卖了，少亏一点是一点。哎，我怎么养了你这个废物？各位董事，由于我刚才操作太急，漏了步骤，现在我要重新调整一下。你还在磨蹭什么？我让你赶紧把股票卖了，你听不见吗？
你不是说为了避嫌不干预这次比试吗？现在就请你在这儿好好坐着，别打扰我。哎，我们同意，你赶紧调整。我也要重新调整一下。哎，什么情况啊？楚文辉，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小辉，你干什么？你早早就完成交易了吗？楚天交易失败是他蠢，你跟他学什么？把股票好好拿着，爸相信你。是啊，文辉哥哥，你刚才说确保能赚到钱，你还要操作什么？我觉得我的交易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我要重新修改一下。这毕竟10个亿嘛，我得谨慎一点。好，慢慢来，不要着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屏幕盯太久了，有点累了，歇会儿。这是干什么？这是这个废物怎么现在休息起来了？这可怎么办？这么关键的时候，他竟然还在玩游戏，股价已经在下跌了。楚天他也太不当回事了吧？他要干什么？我自己又不会交易，总不能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吧？既然我做什么你都能抄我的作业，那我就什么都不做。楚天，你现在赶紧把你的股票卖了，你的账户都亏损1个多亿了，还敢在这玩游戏？我明明算账票面没垒，怎么炸了呢？太过分了！我完全不把公司的钱当钱，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继承公司。不行，我得玩个高级模式。他竟然还玩上瘾了！这么重要的场合，楚天这么儿戏，还有没有点责任心啊？这是什么情况？我放在你们公司的资金怎么亏完了？赶紧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马上就去告你们！您稍安勿躁，出了点小问题，很快就能赚回来。喂，我账户里的3000万怎么买了一只垃圾股？你们的交易员是干什么吃的？您稍等，我们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楚总，这可怎么办啊？如果再不把公司的亏空填上，咱们公司在业的名气可就臭了呀！楚天，你现在再不把股票卖了，我就立刻宣布把你赶出楚家！我和楚文辉买的是同一只股票，而且他买的更多。现在亏损了，你让我止损，让他继续持仓，做的可真公道呀！小辉有能力赚回来，你能吗？楚天，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股价波动这么剧烈，董事长让你卖也是为了公司好，你赶紧操作呀！哎，股票我是不会卖的，不过操作嘛，有点口渴了，要是有一杯咖啡就好了。你想干什么？我这个人呀，一旦身体的机能没法满足，就没法完成交易。你们还是等等吧啊！楚天，你太不像话了！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可都看着你呢，你竟然还在这里拖延时间，这不是你的钱，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给他上杯咖啡。小辉，别管他，把自己的交易搞好，出了问题有爸在啊！好，我马上就设置。楚天他竟然放着刚买的股票不管了，那我现在可怎么办？这个什么狗屁参数我听都没听过，更别说设置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一样放弃吗？不行，他只有2个亿，我可是10个亿呀！有了。我也渴了，我也去倒杯咖啡。好的，我去帮你倒。不用了，我自己去。楚天，你玩也玩了，咖啡也喝了，现在总该设置参数了吧？我们公司的资金要是在你账户上出了问题，我跟你没完！楚天，现在已经不是你比不比得过文辉哥哥的事儿了，你的账户亏损都已经达到1.8个亿了，你还不赶紧想办法？楚文辉一直拿着股票，他肯定是有信心。楚天他倒好，董事长让他卖，他还不听。楚天，赶紧把股票卖了，别拖累公司。楚文辉不在，正好趁这段时间把止损参数算好设置上。
就这样，终于好了。我新想出来的震荡参数，完全适用于现在这种情况。各位董事，我的参数设置好了。好，还是我们文辉靠谱。楚文辉，你不是出去倒咖啡了吗？哥，你刚刚太投入了，我回来你都没看到。各位，我设置这个参数是专门用来应对股价剧烈波动时的情况。各位请看。真的假的？这意思是怎么哥，我设置的参数是我刚想出来的，当股票涨跌幅超过5%的时候使用，我命名为震荡参数。不知道你的叫什么呀？哼，就算是你刚想出来的，我也全都知道。震荡参数使用区间5%，除了我没人知道。难道他？哥，你这次参数怎么又和我的一样？无论是平仓价位还是对冲比例，全都一样。这不可能啊！又是一样，这楚天抄袭还抄上瘾了，简直就是处事的败类。这楚天也太无耻了，他弟弟好不容易想到的策略，他就这么心安理得的抄过去了。董事长，我申请取消楚天的继承人资格，这样的人不配当继承人。难道重活一世，我仍然改变不了被污蔑的结局吗？楚天，这次你怎么解释？家门不幸，家门不幸！我楚明轩怎么会生下你这种儿子？哥，之前的操作一样，还可以说是巧合，但现在又一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开脱。闭嘴！明明是你抄袭的，我少在这装模作样的。哥，这些策略和方法都是我想出来的，而且我的操作时间比你更早，我怎么可能抄你的？楚天，你别以为你弟弟脾气好，你就可以胡搅蛮缠。你要是再敢欺负他，我对你不客气。我申请检查楚文辉的电脑，他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窃取了我的投资动向。什么？我和他之间已经有屏风挡住了，他还能抄到，那就只有电脑上做了手脚。不可能，文辉哥哥怎么可能会干出那样的事儿？楚天，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哥，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申请检查楚文辉的电脑。楚天，你确定吗？我确定。如果他不是在电脑上安装了某种监听设备，他不可能知道我刚想出来的策略。楚天，你闹够了没有？小辉在比试当中一路领先，凭的是真本事，不像你输了就撒泼耍赖，像什么样子？输不起就污蔑文辉哥哥作弊，你也太欺负人了吧！算了，曼媛，爸，既然哥想查，那就让他查吧。我不想让哥对我产生误会。哥，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真的没必要这样。如果检查能让你消气的话，那就查吧。不对，他刚刚还不敢让我查电脑，现在怎么同意了？小辉啊，你就是太仁慈了。既然小辉同意了，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来人！一定是这样，不然他怎么会对我的操作了如指掌？楚董，各位董事，查清楚了。经过全面检测，楚文辉先生的电脑里未安装任何监听、远程控制软件，使用网络皆为公司正常局域网，2台电脑均无窃密痕迹。什么？这不可能！没有，真的没有。那他到底是怎么抄我的？楚天，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每个步骤你都提前知道？哥，提前知道？我没有，而且我的电脑你不是都查过了吗？一定还有别的手段。你说，你快说！
查监控，监控已经记录了他抄袭的全过程。放手！你干什么？文辉哥哥，你没事吧？楚天，你是不是疯了？一会儿要查电脑，一会儿要查监控的，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没事儿，毕竟哥输了比赛，情绪激动很正常。不过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同意调监控。小辉，你就任由着这个逆子胡闹吗？没有作弊就是没有作弊，不需要证明给他看。爸，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今天不让哥查到满意为止，我想我们兄弟二人之间始终都会有隔阂的。好，那就把监控调出来，让大家看看这个逆子口中的作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楚总。没有作弊，他真的没有作弊。他到底是怎么抄袭的？这楚文辉哪里作弊了？楚天是不是又要开始找借口了？刚刚说自己电脑被窃听了，现在又要调监控，楚天到底是要哪出啊？楚天，你投资比不过文辉哥哥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逼着他承认抄袭，你现在这样，不可能嫁给你。沈曼云，你不仅不相信我，还处处维护他，你到底是我的未婚妻还是他的未婚妻？上一次我就看见沈小姐帮楚文辉整理报表呢，他们两个人头凑特别紧，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呢。这楚文辉一看啊，是准备继承楚氏的，沈家当然想抱这条大腿。不过要我说，嫁给楚天哪有嫁给楚文辉好？最起码楚文辉人品就比楚天好。楚天，你别血口喷人，文辉哥哥是被你冤枉的，我关心他一下怎么了？再说了，你现在呀可是有抄袭的嫌疑。我沈家虽然不如楚氏，但在江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怎么能让我这么一个沈家大小姐跟你一个连诚信都没有的人有婚约？沈曼云，你什么意思？我宣布，沈家正式取消和楚天的婚约。我沈曼云和楚天从此之后再无任何关系。曼云，这楚叔叔，您不用劝我了，楚天他配不上我，我要嫁也是嫁给有担当的人。楚天，现在这个局面你满意了？沈曼云，你是非不分，偏袒外人。就算你不跟我取消婚约，本来我也要上门退婚了。简直不可理喻！楚天，你给我闭嘴！从笔试开始，你就处处针对小慧，被拆穿抄袭，你还各种借口狡辩，现在还把气撒在曼云的身上。像你这种尖酸刻薄、毫无担当的品性，就不配当楚家的继承人。好，从此我楚天跟楚家再无瓜葛。你说什么？你不是早就盼着我离开楚家，好跟你心心念念的杨子腾位置了，不是吗？哎，哥，你别惹爸生气了，你赶紧给爸道个歉，大不了等我继承了公司，我给你个助理的岗位，这样好歹你能糊口饭吃。出去！楚文辉，你这假惺惺的模样跟你上辈子真是一模一样啊！什么上辈子啊？靠！在说什么？楚天，你还在这个装疯卖傻？你还嫌楚家的脸丢的不够吗？你还嫌楚家的脸丢的不够吗？楚氏集团，这是怎么回事？苏总，据说是楚氏集团的大少爷楚天为了得到继承权，所以他偷了他弟弟楚文辉的投资策略。你说谁？楚天？是的，没错，苏总。楚天在外流浪多年，后来被楚明轩找了回来。今天是楚氏集团选继承人的日子。楚天，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丢人？我给公司赚钱也是丢人吗？涨了，涨了，股价涨回来了。文辉哥哥，你太棒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是抄袭小辉的？就凭你，凭什么赚到这么多钱？就是，这些啊都是文辉哥哥的功劳，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的功劳。楚文辉，你扪心自问，这笔投资跟你有关系吗？哥，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误解，但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在学了。我是爸收养的，我只有拼了命的给爸给公司赚钱，才能报他爸的养育之恩。尤其你那套吧，我听了恶心。谁抄的谁，你心里清楚。楚天，你抄袭就算了，还敢做不敢当，你算男人吗？楚文辉不仅精通投资之道，在待人处物方面也比楚天要强得多。我认为他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我们公司的继承人。是啊，从数据层面来说，确实是楚文辉赢。他当公司的继承人，我觉得毫无争议。哥，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别再说我抄袭了好吗？好啊，既然你说你没抄袭，那你证明给大家看。你说说震荡参数是怎么算出来的？楚天，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小辉投资过程大家有目共睹，有什么可证明的？那既然这样，他一定对这个参数了如指掌，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了。文辉哥哥的投资策略给楚氏赚了这么多钱，属于商业机密，凭什么跟你说？楚天，你不要再无理取闹。我看他是不敢吧，而且只是要说出思路，也并不算什么商业机密啊。楚文辉，你说对吗？好吧，为了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小辉，你就把你设置参数的思路告诉大家。是啊，文辉哥哥，去吧，让某些小人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当继承人。哥，你确定要这样吗？如果我真说出来，你抄袭的罪名就洗不脱了。你说，我不信你能说出来。好，既然这样，那我就随便说两句。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哥能帮我补充。他难道真的知道？不可能。在亏损达到30%这个点设置参数是我原创的，除了我，没人能知道。这趋势跟踪参数的设置是根据股价波动情况确定灵活调整的止损位置，而根据我的计算，这只股票最佳的位置是在亏损30%的时候进行设置。原来是这样啊，这思路确实可行。能想出这个方法的人，绝对是个天才。文辉哥哥，你太厉害了！怎么可能？怎么我想什么他都知道？哥，你不是想听这个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哪里需要改进呢？楚天，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小辉把他设置参数的思路说得明明白白，每一句都值得推敲。而你呢，除了跟着抄，你能说出半句专业的话吗？我就说，文辉哥哥绝对不可能抄袭，他对策略的理解这么深，楚天他怎么抄都抄不来精髓。难怪楚文辉能挣钱呢，这思路一套一套的。楚天跟他比起来差远了。可不是嘛，这楚天啊，真是又输了笔试，又输了人。这样的人，趁早滚出楚氏集团最好。大家都看到了，楚文辉才是货真价实的投资人。反观楚天，从笔试开始就处处模仿小辉，被拆穿了还死不承认，这种人就是楚氏的耻辱。哥，别挣扎了，无论你想出什么办法，最后被指控抄袭的人只会是你。我宣布，这次比试获胜者是楚文辉。对于楚天抄袭小辉，我也不会护着他。来人，把他送入警局，严肃处理。我打死你这个欺世盗名的东西！
像你这种满嘴谎话、一点担当都没有的男人，根本就不配娶我。难道重活一世，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吗？住手！住手！苏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苏家就是那个江省首富苏家，他们怎么来了？是啊，虽然我们处事也是大公司，但在苏家面前根本没法看。他们来出事干什么？楚天，你没事吧？你是冉冉？楚董事长，听说你们处事今天在选继承人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我的儿子楚文辉，也是我们楚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苏老板、苏小姐，你们好。不知道苏家今天来我们楚氏是为了……我听说你们楚氏出了个天才交易员，特意和我爸来看看，是否和传闻中说的一样。如果是真的，我苏家将拿出100亿来给你们投资。100亿，这要是能谈下来，我们楚氏将迈入顶级投资公司。的确，楚天就不用考虑了，现在就看楚文辉能不能得到苏家的认可了。苏小姐，您说的这个投资天才啊，就是我的儿子楚文辉。把资金交到他的手里啊，绝对能派上最大的用场。是啊，苏小姐，用我的策略。我说的不是什么楚文辉，是楚天。苏小姐，您是不是搞错了？他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是他只会抄袭，我正准备把他送到警局呢。是啊，楚天他人品低劣，如果将这么多资金全交给他，苏家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啊！你们一个是楚天的父亲，一个是楚天的未婚妻，竟然不相信楚天，反而向着一个外人。苏小姐，您不了解情况，您的意思是？他们2个的笔试我看过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说明楚天抄袭，而我们苏家要的是真正的天才投资者。我的想法是让他们2个再比一次，谁赢谁就能获得我苏家的100亿投资，而且输赢是由我们专门请来的2位金融顾问进行评判，2位老师绝对公平公正，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偏袒的事情。苏老板，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我女儿的意思，我相信她的判断，就按她的意思来吧。今天我主观赛。小辉，你说呢？我当然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哥愿不愿意再比一场。他有什么资格选择？今天当着苏家人在，你要是再敢抄袭，把我们楚家人脸丢尽，我绝饶不了你。这楚天抄袭成性，如果再让他上台比试，岂不是会丢了我们楚氏的脸面？楚天一个抄袭狗，就算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会输给楚文辉的。楚天，我相信你，证明给他们看你没有抄袭。好，我跟他比。本次比试为3局2胜制，第1局考察的是投资者的基本素养，在2位面前各有1个抢答器，用于双方抢答。本次比试共3道题，先答对2道题者获胜。楚文辉，这一次我一定要揭穿你的真面目。哥，你实力那么强，一会儿可得让着我点啊！小辉加油，等你赢了，爸给你办个庆功宴。文辉哥哥，拿出你的真实力。都是些什么人啊？楚天，加油！双方都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第1题，请听题：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不同行业的资产，主要目的是什么？开始抢答。哥，你看着我干什么？你怎么不抢答？楚文辉，你不是投资天才吗？你答吧，我不跟你抢。小辉，抢到题目了，赶紧答呀！楚文辉，你怎么不答题啊？这题这么简单，你肯定一下就能答出来。
这楚天发什么疯？他怎么不抢答啊？有了，我正在想呢，这个投资组合的目的是什么呢？降低非系统性风险，通过分散投资不同行业。不好，我想到了，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通过分散投资不同行业，避免单一行业波动对整体组合造成过大影响。楚文辉答对了，得1分。哈哈，太好了，看到了吧？还是我们文辉的基本功扎实啊！他能听到我的心声。你就是这么抄袭的，对吗？啊，哥，你在说什么？第1局还没有结束，请双方继续答题。第2题，在股票交易中，收盘价指的是每一个交易日结束时最后一笔成交价格，这个说法正确吗？楚文辉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我什么都不想，那他就答不上来。楚文辉，请回答。楚文辉怎么了？怎么抢到了题不回答，看着楚天干什么？是啊，而且这题这么简单，属于基本常识了，直接回答不就行了？这个说法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当然不对，收盘价是……楚文辉，你不正确。收盘价是当日母证券最后一笔交易前1分钟所有交易的成交量的平均价。回答正确，楚文辉再得1分。第1局，楚文辉胜。太棒了！小辉一鼓作气，第2局也拿下来。等一下，楚文辉在作弊，这题他根本不会，他在诱导我想出答案。楚天，你发什么神经？现在是抢答题，你自己反应慢，抢不来，还要诬陷小辉。而且就算你心里想出了答案，你自己不抢答，关文辉哥哥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但是他真的在抄袭。哥，我没有，我本来看你不抢答想让你1分，但没想到你不会呀。我们可都看着的，楚文辉是自己回答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啊，这么简单的题谁不会啊？自己答不上来就说楚文辉作弊，脸皮啊真是够厚的。要是比不过，就趁早认输。楚天怎么会比不过楚文辉？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基本功啊。请保持安静，抢答环节规则清晰，未发现违规行为。现在开始第2局。哥，承让了。楚天，我相信你，继续和他比，你一定能赢的。第2局考察的是投资者对于市场风险的评估能力。苏家预计在原油市场进行一笔20亿元的投资金额，请双方根据现有原油 K 线图判断出后续走势，并说明理由。原油市场，楚天，无论你思路是多么的新奇，我都永远快你一步。抄袭的名头，你这辈子都别想甩掉。现在可以开始了。写吧，多写点儿，你写的越好，他们就会越夸我。大家请看，这是我对原油未来走势的判断。根据我的了解，现在入场是个好时机。年轻人，请说说你的判断。通过分析原油的日线和周线，我判断原油价格后续会不断上升，未来72小时目标价位能够突破85美金，中长期看有望站稳90美金关口。好，小辉才是楚家继承人该有的水准。果然，我的一切操作他都可以复制。如果这样下去，我始终会慢他一步，并且抄袭的帽子永远都摘不掉。哥，你的风险评估应该也写好了，我看你都发呆那么久了，不如给大家看看，看看这次是不是又跟我的一样。
哥，你的白板怎么是空白的？难道你一点不会吗？楚天，你竟然在苏家人面前玩这种把戏！你写不出来也就算了，在那装模作样、写画画的有什么用？哥，你的风险评估应该也写好了吧？我看你都发呆那么久了，给大家看看吧。这个分析结果不能再放出来了，不然楚文辉一定又要借此大做文章。废物！你以为用这种小把戏就能反抗了？我告诉你，无论你想出什么办法，最后都一定是我赢。哎呀，爸，您别生气了，哥他也是太紧张了。这毕竟是20个亿的投资分析，这一时想不出来也很正常啊。两位老师，不知道我的风险评估你们还满意吗？不错，写得非常好。这份风险评估以及 K 线图的预测，在投资方面没有10年的功底，根本写不出来。文辉哥哥分析的太好了，这才叫专业，不像楚天啊，抄不到文辉哥哥的，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楚天，你为什么不写风险评估呢？你是想放弃这场比试吗？哥，你要是不会写就别写，回头我教你。两位老师啊，那这局可以算我赢了吗？等等，陈文辉，你先别得意啊，你还没赢呢。两位老师，如果我指出楚文辉的问题，能不能算我获胜？如果你的答案可以得到我们的认可，就算你获胜。好，大家仔细看看，楚文辉的风险评估有致命漏洞。这楚天什么意思？自己一个字都没写，还好意思帮别人分析别人的漏洞？连2位专家都说楚文辉写得好，我看是他快要输了，故意拖延时间。楚天，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写，你凭什么指出你弟的问题？你还是赶紧给我滚下来，别在这丢人现眼！谁说我没写？我只是把草稿擦掉了，而我之所以擦掉草稿，是因为我的草稿有问题，而某人不知道，埋头都抄了上去。你胡说！这是我的原创分析，你自己写不出来就想诬陷我，而且你怎么可能会反驳这个观点？我为什么不能反驳你的观点？这不是你原创的吗？除非这份风险评估是我自己写的，我才不能反驳，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了，你不是说我的评估有漏洞吗？那你倒是说出来呀。是啊，楚天，我们也分析了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苏老板，你千万不要让楚天给骗了，这家伙就喜欢装腔作势，自己答不出来问题，还要抹黑他弟弟。然然，这楚天……爸，我相信楚天他不会抄袭的。大家请看，楚文辉分析石油价格会上涨，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信息：上周全球原油储量意外增加了300万桶，而库存增加就意味着价格不会上涨。楚天说的很对，这个点我们都忽视了。按照我刚刚承诺的，我宣布这一局楚天胜。楚天，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楚天，你他妈敢耍我！啊？我怎么耍你了？这不是你自己写的风险评估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这是怎么了？小辉，你别急，这才输了1局，还有第3局呢。爸，我没事儿，我只是忽略了这么关键的因素，我对自己懊恼。哥，下一局我可要认真了。最后一局，请双方各写出一份关于100亿资金的投资报告方案，内容最佳者获胜。楚文辉，你不是能看透我的想法吗？这次我就让你抄个彻底。双方可以开始了。量子纠缠对冲模型基于暗物质波动周期的套理逻辑，暗物质、黑洞，没听过这些名词啊。哼，肯定又是什么新的策略。不管了，反正你写什么我就写什么。然然，楚天正你说那么优秀，他虽然之前救过你的命，但也不能随意拿100亿资金交给他吧？我看那个楚文辉也很不错嘛。
爸，你不了解楚天，我相信他，他一定可以的。而且，这次我来就是为了给他证明的。需每日凌晨3点07分校准天狼星光谱数据以锁定收益。时间差不多了，我写好了。爸，苏老板，各位董事，我的100亿投资方案已经完成。这份方案融合了最前沿的金融理论，这次绝对可以让苏家资金翻倍。楚天，我还是比你更早写出来，这次依然是我赢。等我继承了楚氏，拿到了苏家的100亿投资，我要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小辉，好样的，把你写的内容给大家念念，让楚天看看什么叫天才。文辉哥哥写的投资方案就是最好的。楚文辉，你写的这份方案很多内容我都看不懂啊。看不懂？怎么可能看不懂？你提到的这些名词，我从来没在行业听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没听过，虽然这些名词我不知道，但他不可能没听过。小辉，你这样念怎么行？去，大声的念给大家听。本次投资采用量子纠缠对冲模型，通过捕捉暗物质波动周期。量子纠缠暗物质，这是科幻小说还是投资啊？这写的什么啊？拿错报告了吧？楚文辉，你说的量子纠缠对冲模型在金融领域从未有过如此理论记载，你确定没写错？你们懂什么？这是我刚研究的理论，你们没听过也正常。继续听。在风险控制方面，需引入冥王星公转周期波动率修正系数。冥王星都出来了，他这方案是有点东西啊。我看是瞎写的吧。这写的什么？楚文辉，我纠正你一下。首先，冥王星早在2006年就被踢出行星行列。其次，天体公转周期与股市波动应该没什么关系，除非你是一边夜观星象，一边进行投资。楚文辉，这不是你写的吗？你倒是回答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对，两位老师，你们看他写的。你们看，他写的报告绝对跟我一样。还真的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一定是楚天又在抄袭小辉。苏老板，我建议取消楚天的参赛资格，直接宣布小辉获胜。是，楚天真的抄袭了？爸，楚天不会抄袭的。我没有抄袭，请将我的投资报告投屏。请老师将我划线的内容删除掉，再把剩下的内容重新排列，然后把 K 线图旋转180度。这是楚天，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这才是楚天真正的投资报告，这里面提到的很多观点非常新颖，投资角度很有创新性啊。楚天，我有个疑问，既然你可以直接写出这份报告，为什么还要来这么一出？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抄袭我。哥，我没有啊，你是不是误会我？楚文辉，这么多年来，你偷走我的创意，拦走我的成绩，这些都不重要了。但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抄袭，甚至害得我打死你这个欺世盗名的东西！但我没想到，楚文辉，你能蠢到这种地步。我写出这么离谱的东西，你都照搬全抄，你动不动脑子啊？没有。那你倒是解释啊！原来楚文辉才是抄袭狗，我们之前都冤枉楚天了。楚文辉这个败类，看来他之前就抄袭楚天，他才是应该被赶出楚氏的人。楚文辉，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否则我们也会对你之前做的事依法进行追究。我没有抄袭，我没有抄袭。小辉，你没事吧？
楚文辉，现在你知道我被你冤枉是万夫所指的感觉了吧？你放心，有爸给你撑腰，即使楚天赢了，我也不会把继承人给他，我不同意。文辉哥哥，没事的，只是一场比赛而已。楚天，都怪你！他抄袭我，我拆穿他，为什么这怪我？首先，文辉哥哥是否抄袭你都还不一定呢。其次，你一直咄咄逼人，把文辉哥哥害成这样，怎么就不该怪你了？你这个逆子，你看看你把你弟弟逼成什么样子了？他可是你亲弟弟，你还有人性吗？我咄咄逼人，我没人性。之前他冤枉我的时候，怎么没人听我说一句话？现在我只是拆穿他的真面目，你们一个个都跳出来了。你还敢给我犟嘴？你这种人根本没资格做我父亲，配当我父亲！混账东西，你竟敢还手！楚天，我就知道你不会抄袭的。嫣然，谢谢你，是你给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楚天，恭喜你，你不仅当初救了我女儿，现在还表现出了如此强的投资天赋。你是不是愿意到我苏家来工作？都仔细给我找，别让人给跑了。这小丫头可值钱了。是。你往那边跑，跑到人多的地方，你就安全了。大哥哥，你和我一起走吧，这里对我来说很熟悉。我把他们引开，你就可以趁机溜走。大哥哥，我叫宋软软，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楚天。再放我呀！小杂种，敢砸老子，把他给我抓起来！我愿意。对，还有苏家啊，苏老板，您之前答应的，把100亿资金交给我们楚氏来打理，您看，楚董，这件事儿我不管，是否交给你们得要看我女儿的意思苏小姐，您的意思呢？我之前就说过了，谁赢这资金就交给谁打理。现在赢的是楚天，那我的投资对象自然就是楚天。您的意思我明白。楚天是我儿子，把资金交给楚天和交给我们楚氏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亏待他的。区别大了，我苏家的钱只给有能力且清白的人，而且现在楚天凭真本事赢了，那我苏家的钱自然要给有能力能让他升职的人。至于楚氏，连继承人的真实身份都分不清，连抄袭都包庇，这样的公司，我怎么敢把100亿资金交给你们？楚天，你赶紧跟苏小姐解释一下，这笔资金你一定会谨慎投资的。我当然会谨慎投资，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不是你刚才让我滚出去的吗？而且我已经答应进入苏家的公司工作了，这笔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什么？你要叛出家门？楚天，我告诉你，你不准离开，你必须留在这儿。所以你想要的不是我这个儿子，而是这笔钱，对吧？楚明轩，你记住了，是你把我赶走的，你就跟你这个宝贝儿子好好过日子吧。楚天，小辉，你这是怎么了？妈这几天不在家，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妈，快躺下，快躺下！死老头子，孩子都成这样了，你怎么不知道送医院啊？送了，医生检查说没大碍，就是惊吓过度、情绪紧张所致。楚天呢？他弟弟都成这样子了，他怎么也不知道回来看看？伯母，文辉哥哥成现在这样，都是楚天害的。要不是他非逼着文辉哥哥承认抄袭，文辉哥哥也不至于进医院啊！你说什么？
小辉现在这样是楚天害的，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我倒要亲口问问他，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还家呢？楚天知道我不会把继承权给他，他早就叛出家门了。叛出家门？这个逆子，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找回来，让他继续在外面流浪要饭。妈，爸，你们别怪哥了，他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揭穿了抄袭的事儿，他肯定是情急之下才赖在我身上的。小辉，楚天都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在替他说好话，你就是心太善，你这样迟早要在他身上再大跟头啊！说到抄袭，小辉啊，你上次投资大会上写的那个投资报告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冥王星暗物质？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让我们证明你清白啊！是啊，文辉哥哥，也许是苏家找的那2个金融顾问水平不行呢，你快给我们解释一下吧。那个，小辉，你怎么了？文辉哥哥，你快说吧。楚天不在，我哪知道怎么解释啊？而且那些冥王星什么的，就是楚天故意写出来耍我的。哎呦，我的头好疼啊！哎呀，小辉，你怎么了？你快躺下，你快躺下！楚明轩，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孩子都成这样了，你还在这问这问呐？伯母，您先别生气，我们也是替文辉哥哥证明清白，都怪楚天，要不是他在比试中处处针对文辉哥哥，文辉哥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呀？小辉是我们早就定下的继承人，以后楚氏的兴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现在被楚天吓出病来，这可怎么办啊？下周就是江省3年一届的投资大赛了，本想着让小辉夺个冠军，替我们楚氏扬名，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出了这种事儿。爸，都怪我，要不是我身体不好我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了。哎呀，小辉，我们就是赚再多钱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爸，只要有你们在，我就知足了。哎，爸，这个投资人大赛，我哥会参加吗？唉，苏家财力雄厚，你哥现在投靠过去，他肯定要参加。哎呀，你管那个逆子干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身体养好。爸，如果我哥参加，那我也参加。哎呀，小辉啊，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怎么能适合参加这么高强度的比赛？这次听妈的，咱们这次不参加了，你下次再比啊。是啊，文辉哥哥，你就听伯母的话吧，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咱们没必要就跟楚天争个高低啊。下次谁知道还能不能和楚天一起比试了？而且现在外面都在传我抄袭，我要是不赶紧把楚天踩回泥里，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爸妈，曼月，其实啊，我也不是为了超过我哥，我就是觉得无论以后楚氏交到谁手里，我都想为楚氏去拼一把。而且这次啊，对楚氏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多么好的孩子啊！这要是咱们的亲生儿子该多好啊！都怪楚天，对兄弟也这么狠心，把小辉逼成现在这样。我现在就给这个逆子打电话，让他回来给小辉谢罪。哎，爸，别，哥现在肯定在气头上，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不行，小辉，就是因为你一再的退让，才让楚天变本加厉的针对你。我必须让他回来。楚天，恭喜你，一是为了你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二是为了我们的重逢。楚天，我现在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家来！神经病！怎么了？没事儿，咱们继续吃饭吧。楚天，要不你还是接吧，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楚明轩，你想干什么？逆子！你竟然敢挂我的电话！
你现在知道因为你小辉变成什么样子了吗？你现在马上回来给小辉道歉！道歉？你让我给他道歉？楚明轩，是他抄袭的我，凭什么我给他道歉？而且之前他污蔑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让他给我道歉呢？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现在就说你到底回来不回来？我已经说过了，我跟你们楚家再无瓜葛，我是不会回去的。楚天，妈病了，你要是心里还有妈，你就回来看我一眼。妈，好好的，怎么生病了呢？在家只有妈对我好，我得回去。我马上回来。楚天，别担心。没事人，我先回去一趟。小辉啊，你放心，那个逆子马上就会回来给你道歉的。谁说我要跟他道歉了？谁说我要跟他道歉了？楚天，你怎么说话的？啊，你不是生病了吗？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会回来给小辉道歉吗？妈，看来你也选择相信他，不相信我了。原来这个家里我唯一在意的人，也偏心楚文辉。哥，你误会了，爸妈让你回来不是让你道歉的，只是因为我犯了点小毛病，他们着急之下才说的气话。小毛病？楚文辉，你这病犯的可真及时啊！楚天，你说什么呢？你不在的时候，你弟弟一直在为你说好话，你现在反而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诅咒他，你还是人吗？赶紧给你弟弟道歉！不道歉！楚天，文辉哥哥一直在替你说话，哪怕你之前逼得他差点崩溃，他都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现在就一句道歉，你怎么就这么固执？难道你要将这个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才甘心吗？楚天，我不管你在苏家有多风光，现在这里是楚家，你必须给你弟弟道歉，否则我就让你永远别进这个门。没错，要道歉也是他楚文辉为抄袭我的策略，污蔑我的名声，给我道歉。哥，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没关系的，我本来也没怪你，道歉这种事儿不用勉强的。楚文辉，你除了装可怜扮同情，你还会什么呀？抄袭我的投资策略，靠偷听新生赢得比试，被发现了就在这装病逃避，现在又在这扮委屈博爸妈心疼啊！啊！你竟然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目无尊长、不顾手足之情的逆子！我不顾手足之情？你怎么不问问楚文辉对我干了什么？他对我有一丝手足之情吗？你之前在公司干了什么？小辉都跟我说了，真是没想到啊！你不仅抄袭你弟弟，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无端指责他，把他都吓病倒了。哎呀妈，您别生气了，这件事儿咱们到此为止吧。哥，我知道你心里委屈，觉得我抢走了你的东西，可咱们毕竟是兄弟，这样处事呢，我分给你一半，你给妈道个歉好不好？你听听，你弟弟心里还是有你的，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楚文辉，你这演技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体谅？是不是我被他抄袭了投资过程，被他指控抄袭，我要体谅他？是不是他偷听我的心声，盗用我的方案，我要体谅他？是不是我上一世被花花打死，还要体谅他？楚天，你说什么疯话呢？什么上一世下一世的，我看你就是好日子过多了，忘了本。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忘恩负义东西！好啊，你还敢拦着我，反了你了！妈，我念在你是长辈，所以我一直忍着，但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任你们打骂，任你们栽赃。上一世，我就是因为轻信你们，被楚文辉污蔑，被爸活活打死。但这一世，我活着回来，不会再受委屈了。逆子，你自己听听你刚才说的话，你以为装神弄鬼
就可以博同情吗？小辉他从小跟我们长大，他什么品性我们最了解不过。而你呢，从小在外面流浪，学会了一身的坏毛病。对，怪我出去玩没把自己看好，怪我没在你们身边，让你们带回来一个养子回来替代我。楚天，这件事就算是我和你爸有错，但是你也不能冤枉小辉抄袭啊！小辉他是无辜的，他从小到大，我们请了多少金融名师指导他，他的投资本领是一点一点学出来的。可你呢？小时候在流浪，你凭什么说小辉是抄袭你的？伯母说的对，楚天，上次继承人比试的时候，你的操作频频出错，要不是文辉哥哥先爆出了股票代码，你恐怕连买哪只都不知道吧？虽然我不知道你后面到底是怎么抄到文辉哥哥的，但你总不能反咬他一口吧？文辉哥哥，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想着帮楚天，但你知不知道，楚天他根本就没记过你的好。曼云，爸妈，是我抢了哥哥的位置，所以啊，我这心里啊就觉得亏欠他。我知道哥哥肯定不是故意污蔑我的，对吧哥？他肯定是记混了，把我说的话当成他自己想的了。哎哥，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是你觉得我的那些策略对你有帮助，我以后啊可以继续跟你分享。只要你别再惹爸妈生气，别再提什么抄袭的事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不好？好啊。既然你们都这么相信他，那这样，这是你自己写的投资策略，你解释一下。别跟我扯什么从小接受培训，也别说什么我的经历。在苏家的笔试上，这是你自己写的100亿投资方案。什么暗物质波动的周期、冥王星公转周期波动率，你解释一下呀？怎么了？你不是从小接受培训吗？不是投资天才吗？那你给解释解释，你写的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小辉，你今天就解释给他听，让他心服口服。小辉啊，你说话呀！你这个时候还给他留什么面子？直接说出来。楚天，你竟然又想让我当众出丑，这下怎么办？哎呀，我头疼啊！这怎么又头疼了？你快坐，你快坐。你不要再问了！楚天，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你明明知道小辉的身体不好，还故意拿这么多问题来刁难他。你没事吧？你这病的真好呀！啊，到关键时刻就头疼起来了。楚天，文辉哥哥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说风凉话呀？这不是你们不相信我，我让他证明一下吗？他自己心虚装病，你们看不出来吗？住口！我本来还是因为小时候把你弄丢了，心里有点愧疚，但是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后悔把你生出来。小辉，你好点了没？哎呀，感觉这会儿好多了。小辉，听爸的话，这次投资比赛咱不去了。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参加比赛。什么投资大赛？就他也配？楚天，你太过分了！要不是你污蔑文辉哥哥，让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都下不来台，他哪需要像现在这样这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啊？哥，爸说的对，我现在这个身子啊，也参加不了什么比赛。哎，不过要是哥想参加这个投资大赛的话，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市场趋势，梳理一下操盘逻辑。毕竟咱们是兄弟，能帮到你，我也安心。楚天，你看看小辉，到现在还想着帮你，你对得起小辉吗？帮我？楚文辉，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你无非就是想借着帮我的名义学习我的投资思路，等你学会了我的方法，再去赛场上抢功。对吗？之前抄袭我的策略不够，现在又玩这套。闭嘴！楚天，你少在这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小辉好心好意的帮你，你却句句带刺，满脑子都是算计。
我实话告诉你，这次投资人比赛，不管小辉去不去，你都不准去。凭什么我不能去？告诉你，这次比赛我偏要去！我要让你们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本事！你敢？就凭我是你老子，我把话撂到这儿，你要是敢去，老子打死你！谁要动手？楚天参不参加投资大会，我们苏家说了算。楚天参不参加投资大赛，我们苏家说了算。苏小姐，你怎么来了？楚董，楚天参不参加大会，首先要看他自己愿不愿意，其次要看我苏家同不同意。冉冉，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人这家子欺负你啊？苏小姐，这里是楚家，就算你苏家再家大业大，也轮不到你来干涉吧？沈小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姓沈，不姓楚吧？这件事儿怎么着也轮不到你来管吧？哦，对了，我忘了说了，现在我是楚天的女朋友，作为他的女朋友，我关心他参不参加大赛，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怎么就没资格了？女朋友？楚天，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怎么了，沈曼云？我记得我已经宣布和你退婚了呀。沈小姐，楚天这么好的男人，你不懂得珍惜，反而选择了一个这样一无是处的废物，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苏小姐，哎呀，什么这那的，楚天想参加大赛，没有人敢拦着。要是再有人敢对楚天动手，或者对他说三道四，我们苏家有的是办法让楚家知道什么叫后果。凭什么？凭什么你一个丢了的废物还能被找回来？凭什么你就这么容易得到苏家的支持？楚天，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失去这一切！楚天，你也别太拼了，后天才比赛呢，时间还来得及。辛苦你了，冉冉，这么晚还在陪着我。再等我10分钟，等我核对完这组数据，好吗？不用，你专心忙你的，我去外面休息室等你。喂，哥，去年那个新能源投资项目是你牵头的，现在要跟合作方做尾款结算，必须得是你亲自核对签字才行。所以，能不能麻烦你？楚文辉，你不是楚氏继承人吗？我跟楚家已经没关系了，你自己想办法吧。等等，哥，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抄袭你的，我是真心知道错了。要是拿不到尾款，这员工们就拿不到工资了。发不发得出工资是你们楚氏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如果这样的话，你曾经手下的员工也拿不到工资。那个市场部的小刘可是跟了你3年，他妈还在病床上躺着呢。最后一次，哥，你放心，我就麻烦你这一次，以后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合作方把时间定在了明天下午2点，地点是云顶温泉酒店。客户呢？哥，客户在泡温泉。来，你先坐，咱们先聊会儿。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坐下，你弟弟诚心诚意来跟你修复关系，你摆什么谱？来个。有什么事跟你说，我很忙。爸，咱不是说好今天好好说话吗？哥，我得敬你一杯。不管之前有什么误会，今天呢，我跟你好好道个歉，以后别生我气了好吗？楚文辉，你又在耍什么花招？哥，你误会我了，我是真心的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你好好的道个歉。楚天，你弟弟都已经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不要太过分了。哥，别惹爸不高兴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敬你。来个。好了，酒也喝了，
希望你们以后别打扰我的生活。哥，这是合同，合作方就在温泉那儿。帅哥，找什么呢？你们是谁？合作方呢？合作方啊，临时有事先走了，特意叫我们过来陪你玩会。怎么了，帅哥？难道我们不是你要找的人吗？放开我，我还有事儿。别着急走嘛。这温泉水刚换的，不泡可惜了。你们干什么？帅哥，别这么生气嘛，我们就是想陪你放松放松。你最近啊，压力是不是很大？是啊，你看你长这么帅，何必这么害羞呢？我们难道能吃了你不成？别碰我！我有女朋友，你们再这样别怪我不客气。有女朋友又怎样？出来玩，谁还没点小秘密呢？哎，哥，你怎么这么着急啊？这合作方还没见着你就要走吗？社会，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对吗？那瓶酒，还有那2个女人，对吗？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哥，我今天是真心想来跟你和解的，我还约了合作方来谈合作。你要不信，我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过来当面说清楚。帅哥，等等我们呀！帅哥，怎么跑这么快？我们都还没跟你聊够呢。既然我哥还没缓过来，你们就带他去楼上先玩会儿。记住，好好照顾我哥，可别让他再乱跑了。放心吧，楚先生，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哥哥的。楚文辉，你要是敢这么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哥，好好享受啊！笑一下，帅哥。不然这照片拍出来不好看，苏小姐可怎么欣赏呀？来，这样再拍一张，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好大胆子，居然敢动我男朋友！苏总饶命啊！这一切都不关我们的事，都是楚文辉指使我们这么干的。对啊，苏总是楚文辉给楚天下药，让我们诬陷他的。把你们的手机交出来，立刻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要让我在苏省看到你，不然后果你们知道的。是，谢谢苏总老板。楚天，你怎么样？没事吧？哎呀，我好热。楚天，你别慌，我立刻带你去医院，医生很快就帮你减了药性。别走，别走，别信他们，我没有。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信过。从小时候在巷子里，你帮我拿着砖头引开坏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不会骗人的傻子。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我在想，当年的救我的那个小男孩，他到底去了哪里？他现在过得好不好？直到我看见你的那天开始，我才知道，上天真的会把2个错过的人重新再还给彼此。冉冉，那就是楚天。听说前阵子被楚家冤枉抄袭，现在是被苏家看上了。哎，他旁边的那位应该就是苏家大小姐苏冉冉吧？看这架势，苏家是铁了心的要碰楚天了。你们看，楚文辉也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上次的处试比试没有分出真章，这次可是实打实的硬拼啊！哟，
哥，还这么早？我还以为你昨天跟那两个美女玩累了，今天会晚点来呢。楚先生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楚天昨天一直在研究比赛数据，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且，他可不像你这种人，只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哎，苏小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只是关心一下我哥哥。关心就不必了，酒店的账我慢慢给算。这次比赛，咱让比试上见真章啊！楚天，你干什么？你不是已经和你弟弟和解了吗？你怎么又针对他？哼，狗改不了吃屎。小辉，别跟他废话，比赛马上开始了，我们走。楚天，没事，不用理他们。今天之后，他们就会后悔的。各位来宾，各位参赛选手，欢迎来到江省第3届投资人大赛的比赛现场。本次大赛的4位评委来自江省金融协会，一定确保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模拟操盘，今年的比赛有一个核心调整，也是最具有规则性的比赛。最关键的规则为实盘操作。实盘？这风险得有多大呀？请大家安静。本次比赛不是只有实盘，而是只有实盘操作的盈利才算为选手的成绩，并且本次比赛要求每位参赛选手在参赛前缴纳50亿的初始资金。投资类型包括 A 股、港股、期货及大宗商品。50个亿，这金额也太高了吧！我们公司全年的营收才30个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流动资金。我弃权。实盘就算了，50亿门槛，我手里的资金加起来也就15亿，还是算了吧，我也弃权。楚董，看您这样是想让楚文辉上台吧？这50亿要是亏了，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我楚明轩的儿子，投资天赋比谁都强。上次苏家的比试，要不是楚天耍诈，他早就赢了。今天实盘，我调动了楚氏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一共35亿，还有15亿，我是用楚氏集团抵押贷出来的。什么？楚董，你是真敢啊！楚董，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太冒险了，要是出了问题……不用，我的儿子，我绝对有信心。我相信小辉今天一定能大赚一笔。没错，我们小辉是投资天才，一定不会亏的。爸妈，谢谢你们相信我。我苏家愿意给楚天缴纳50个亿。50亿，苏家说拿就拿出来了。这楚天之前可是有抄袭的嫌疑啊！这要是亏了，原本以为楚师已经够大胆的了，没想到苏家更是不遑多让。这一场龙虎斗肯定很精彩。请大家安静，各位董事的魄力确实令人感到钦佩。但本次比赛的精彩之处在于所有实力选手同台竞技。现在，请各位选手登场。小辉啊，别紧张，爸爸相信你。楚天，加油！大家请看，本次大赛我们采用的是柱状图，可以直观感受到每位参赛选手的盈亏情况。比赛规则为不限制投资类型，3小时之内盈利最多者获胜。哥，昨天算你走运，让你逃过一劫，不知道你今天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楚文辉，装都不装了是吧？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赢定了？当然，楚天，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所以我永远快你一步。你将背着抄袭的骂名过一辈子，到时候我看苏家还怎么看上你这种人。我宣布比赛开始。哎，你们看，都1个小时了，楚天和楚文辉怎么都不动啊？是啊，他们在等什么呢？其他3个人早就开始了。我放弃。我也放弃。我也不做了。什么？现在场上就剩他们俩了，看来冠军只能在他们之间产生了。
哥，就剩我们2个人了，你怎么还不开始啊？楚文辉，你再等我，等我选择好了，你就立马复制我的操作。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只是没挑好股票而已啊。4位评委，楚天他一直没有操作，我怀疑他是想等着文辉操作完之后抄袭文辉，他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我提议取消楚天的参赛资格，直接宣布文辉获胜。楚天，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进行吐资吗？慢着，楚董说的这话未免也太可笑了吧！每次只要楚天不顺着你的意，你就急着给他扣抄袭的帽子。上次继承人比试也是，这次大赛也是，怎么合着在你的眼里，楚天连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了吗？大家别着急，刚刚我只是在选择合适的股票而已，现在已经选择好了。楚天，这一次我要看好了再抄你的，我看你还怎么阴我。哥，你怎么涨幅跟我一样？你是不是又抄我的了？你们看，楚天的收益率变化和楚文辉的简直一模一样。是啊，楚文辉涨他也涨，涨跌的幅度都是一样的。难道楚天真的作弊了？楚天，你除了抄袭，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诸位评委，我提议取消楚天的参赛资格。楚天，你怎么这样呀？这么重要的比赛，要是让文辉哥哥因为你输了比赛，你知道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吗？楚天，你赶紧给我滚出去！等等，你们凭什么说楚天抄袭楚文辉？为什么不能是楚文辉抄袭楚天呢？你们拿出证据来！哼，我们小辉怎么会抄袭？而且小辉的股票涨，他的股票就跟着涨，谁抄袭的谁显而易见。楚董说的对，取消楚天的参赛资格。楚天就是我们投资界的败类，滚下来！请4位评委老师检查一下双方的电脑，我坚信楚天不会抄袭。我宣布暂停比赛，检查双方的电脑，查看监控。我们检查了双方的电脑，没有发现任何一方有抄袭的痕迹。监控中除了双方操作时间近乎一样外，没有其他异常点。不过楚天确实比楚文辉慢了一步，要说有抄袭嫌疑，还是楚天的最大。楚天，我说过了，你不可能赢我。等一下，你们快看，股价开始下跌了。这是，怎么会亏了这么多呀？怎么会这样？楚文辉，你不是说我抄你吗？这就是我抄你这个投资天才的结果。小辉啊，都亏了40亿了，你赶快及时止损啊！不，怎么可能这样？楚天，你是不是疯了？就算我用读心术抄你的，你也不至于跟我同归于尽吧？这可是楚家所有的钱啊！你承认你用读心术了？你承认你是抄袭我了？什么？原来是楚文辉抄袭的楚天。小辉，什么读心术啊？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你赶紧把股票卖了呀！文辉哥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真的作弊了吗？原来楚天一直都是被冤枉的，楚文辉才是那个真正作弊的人。不，没有，我没有作弊，我没有作弊。楚天，就算我亏了这么多，你也别想好过。你跟我亏的一样多，苏家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楚天真的亏损了50个亿，我们苏家也完全承担得起。而且，我相信楚天完全可以赚回来。楚文辉，你亏了就是真的亏了，而我买的是模拟盘，我1分钱都没投。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我没有输！我没有输！小天，你救救这只股票，救救楚氏吧！我知道你一定能行的。楚明轩，你现在知道求我了？晚了。不晚，
一点都不晚。我现在就宣布，让你继承家业。我现在就把他撵出去。小天，不然楚氏就要破产了。我说的晚了，是楚文辉那50亿被强制平仓了。楚天，你别得意的太早了。以你的能力，你永远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你也永远超不过小辉。是吗？那你可要看好了。刚刚那只股票是我精心挑选的，我早就看出来它会回调了，就等着楚文辉上钩，等他拉爆了，才是我赚钱的时候。天才，天才！这手简直太精妙了，短时间内居然自己翻了1倍。我宣布，这届投资大赛的冠军是楚天。怎么可能？我们是精神病院的，请问谁是楚文辉？是我打的电话，地上那个是楚文辉，他说自己会读心术。哎，你们一定要把我弟弟治好，不然别放出来了。读心术，典型的妄想症。放开我！放开我！别动我！我没病，你们才有病呢！我会读心术，我没说。别动我！狂躁症加妄想症，别动我！小慧，雨轩，雨轩，你快醒醒！你这不能有事，楚氏还等着你撑着呢。夫人，我们的流动资金和贷款全部亏完了，顾客和银行都纷纷打电话说要起诉我们啊！咱们真的要破产了！什么？破产？不可能！楚氏绝对不能破产！楚天，你难道真的要这么绝情吗？我们可是你的家人啊！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楚氏破产吗？楚氏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你们偏心，是因为楚文辉作恶，不是因为我绝情。不是的，楚天，楚天，我错了，我不该相信楚文辉，我一直是爱你的，我们的婚约继续，好不好？沈小姐，听你注意点分寸。楚天现在是我的未婚夫。楚天，我错了，我不该在会议室指证你抄袭，我也不该和你取消婚约。那时候是我被猪油蒙了心，我以后一定会站在你这边，不会再犯糊涂了。原谅我好不好？沈曼云，你不是爱我，你只是爱我楚家继承人的身份。之前我被诬陷的时候，你没帮我说过一句话。现在楚文辉倒了，楚家破产了，你又来说爱我，感情不是你随时需要就可以捡起来的垃圾。我们之间早在你指控我抄袭那天就结束了。